下面就是讲到了今天是那个。那现在好像那个分录那个以分录方式来赞叹那个报圣这个杜牧呢，就是分7个科判当中，现在是应该是第4个吧，就是以迁除贫穷而赞叹吧，就是应该以这个。那么这个寄颂是丁尼皆生杜牧，冷照一切护地生，平眉疏动。发红光，就是这个深呢也有2种解释方法，但是可能光好一点，好多建议里面的说法有点不同，就是所以平眉疏动发红光啊，就是光芒的光，消除所有助贫穷。那么即是说，这个丁尼呢，这个皆恶，就是皆恶生杜牧，就是也就是说，一切的这种灾难，就是一切的这种厄运呢，就是全部都是可以迁除的，这样的这个杜牧。那么他呢，狼这个就是这构造或者是狼这个召唤狼召就是所有的一切的这个护地圣。其实护地神呢，有什么这个第10天呐、这个天龙八部啊等等，就是这些。还有呢，就是我们实践当中的，比如说这个就无锡呢就是这个就是太阳啊、月亮啊等等，就是实践当中的最有威望的这些这个天神啊。天神的话呢，就是他们是就是保护这个大地的这个神啊，保护大地的。所以呢，土神啊、地神啊、水神啊，还有这个山神啊等等，就是这些神呢。就是全部都是依靠这个杜牧的这种威力呢，可以护持。因此呢，我们就是不管是到哪里去啊，到哪里去的时候呢，其实比如说有些时候呢，我们晚上这个走路的时候害怕啊，或者说是你去一个比较危险的地方啊，在那个时候呢，你只要这个能意念这个杜牧的话呢，那么就是它可以这个接触就是这方面的这个所有的这些痛苦啊，就是所有的这些痛苦。然后他的形象呢，就是也是就是带有这个不是完全的像密宗里面的愤怒像一样，但是呢带有这个平美，就是稍微就是有一些愤怒的这个形象啊，就是愤怒的这个形象。那么他呢就是这个就整个这个面容呢，就是有这样的这个分路的形象。身世呢就是红色的就是身世呢就是红黄色吧，就是也就是红黄色，就应该橘黄色也可以说。那么他这个手指的就是他那个就是左手右手的话呢，也是跟这个前面一样的这个身世这个手印啊。像左手的这个莲花上面呢就是应该有这个宝瓶就是宝瓶就是腹藏品、腹藏宝瓶。那么腹藏宝瓶，然后呢，心间呢就是发出这个红紫的这个光芒，然后这个光芒呢就是前足就是三界当中的一切的这个世间的所有的这些财富啊，就是世间的一切的这些福分啊、福德啊，全部都是就是召集，然后呢就是前除我们这个世间当中所有的这些贫困和痛苦就因此呢一般来讲，你念的一个杜牧，尤其是这个结厄杜牧的话呢，就是它是一个财神法就我们很多人呢就是特别像那个发财，就是一定要让我的是穿一个什么这个黄财神，就是20年前的是一直这个让我去讲那个黄财神的法，就是那我一直没有讲，就是我想到最后的时候再讲吧，就是因为财富有时候对这个人们呢有利还是有害很难说的。作为修行人呢，财富多了以后呢，就是心就散乱了，就是然后修的很不好的，就是包括我们学院里面的是有些财富比较不错的呢，就经常就是出现一些违缘，就是没有这个财富的话呢，就修的还是很清净的，就是因此在外面的在家人呢，就是这样子跟这个稍微有点不同，就是在家人是确实有时候需要一些这个福报，就是没有福报的话呢，也有一定的困难，但是呢就今天呢也传了这个财神法就是财神法，也是主要这个祈祷这个杜牧就祈祷杜牧。那么祈祷杜牧的话呢，他通过这个他的一些这个价值力呢，就是让我们的这个财运呢，就是自然而然会这个得到。就是如果有了这个财运的话呢，那么什么样的这种这个怎么说就是这个快乐呢，就是也可以相应的就是得到就可以相应的得到。
其实依靠杜牧呢，我好像以前在讲千星还是适合那个藏地的一个故事也讲过，就是以前有一个这个非常非常贫困的这个孩子他的这个父母呢就是早已这个过世了，然后呢他自己也是过得特别的贫穷，经常呢就是受到别人的这个欺辱就是受到别人，然后无吃无穿的是每天都是他这个睡在这个也就是这种这个露宿就是在这个旷野上，但他的这个附近呢，就是有一个杜牧的这个圣像，就是石像。这个杜牧的石像呢，他就作为是他的这个母亲，因为他这个孤儿呢，就是没有父母，没有父母的话呢，就是把这个杜牧呢，就是经常作为自己的这个母亲就是自己母亲。然后有一次的话呢，就是很多孩童都是开始这个欺负他，他就实在是特别伤心，然后呢，就是抱着这个石像就是说是就是妈妈就是一直哭着。你看那边有个孩子也在哭，所以就是他一直这个哭着，一直哭着的时候呢，就是后来就是实际上呢，就是他也就是抱着这个孩子了就杜牧呢，就是又开始这个，然后呢，就是他哭着，我就这么这个命苦就我财富也没有，就是别人也是欺负我。后来呢，就是杜牧这个告诉他，就是那么我的这个这些这个装饰呢，就是给你，你就不要这个伤心，以后不会你受这种这个痛苦。后来就是他确实回来的时候呢，就是他的这个金银财宝的项链呢，就都已经这个别人都看到了。那么别人问就是你这个从哪里得来的？他说是我这个母亲给的。那么你母亲不是早已死了？那在哪里？然后他说是就是杜牧母亲。然后他们去看的时候呢，就是石像上的这种这个就金像就是杜牧的这个项链，这些都没有的，也没有任何的这个用石做的这些痕迹就没有的。所以从此之后的话呢，就是他也是就是一直是不离开这个福德，就是这是有些呢可能我们个别的一些分别念比较重的话，那就是会不会一种这个圣化，就是也有这样的，但实际上呢，的确是特别理念的一些这个公案呢，就是处处都有，那么都是这样，也是就不可能的，就是因此呢，我们也应该这个想到，就是还有以前有一个这个也是这个婆罗门就是他也特别贫穷，就是印度有这样的，然后他在过路的时候。让他一直这个想到，就是我就什么时候真正是有一点这个财富。后来在路边就是看到一个杜牧的像，然后呢就是向他这个祈请，就是去求这个财富。求财富以后呢，就是他就告诉就是往这个东方的一个什么就是佛塔那里去。结果呢到佛塔那里去，然后呢就是地下他获得了这个宝藏就是一生当中呢就是然后就是远离了所有的这个穷苦就这种公案呢就是也是比较多的，就是所以呢我想我们很多的这个道友就是以后呢也看一下就是杜牧这个祈祷当中的有一些公案是什么样。还有以前印度也有一个人也是特别特别的这个贫穷然后呢就是他就后来呢就是一直这个想办法就是得到这个财富。然后杜牧呢就是发现一个这个女子然后呢就是告诉他让他这个东边去。然后呢他一直有去东边，然后有一次在一个沙漠的这个就是荒野当中呢就睡着了。醒来以后的话呢，他有特殊的一些感觉，然后呢就是他就前方就是打开一个进门，然后进到里面去了以后呢，就里面就进到这个龙宫当中，然后呢就享受非常多的这种这个财富就住了就是很多年了，很多年。后来就是回到人间的时候呢，就没有想到就是在人间呢已经过了3个国王的这个时代了，就是已经就过了这个30了，而且自己也是财富圆满，这些都是很这个真实的一些这个历史就真实的历史。所以我想呢，我们这个以后就是汉地也的确是有很多的这个人了，包括我们藏地以前呢，就是也有很多人就是通过祈祷杜牧以后的话呢，就很快的时间当中将自己的一切的这种财富呢，就是也是就是自然而然得到的这样的这种就是故事就是非常多的。因此呢，我想就是我们有些众生的话呢，就是的确是也是前世没有做布施，然后今生当中呢，就是有很多的这个这种贫困吧，就是贫困就是有很多的这种贫困。但这种贫困呢，一方面我们应该要这个造这个善业就是造善业；另一方面的话呢，自己发愿和祈祷，就是
这样以后因缘具足的时候呢，能这个遣除这些痛苦。